旧的旋律装满了回忆，伴着我，在每一个没有你的夜里，落在时光里的你，是否和我一样会叹息？如果多年以后，那曾笑谈着的结果，谁曾想过，真的败给了生活？至少我曾义无反顾勇敢过，就算会落寞，就算错过一样值得。多年以后，你依然还在我身后，拥抱着我，路过窗外的烟火，挥挥手，在即将到达的路口，这如果也是一种结果。哎呀，我跟你说话呢，聊聊。有事儿您说话。你创业吧，好不好？可惜啊，我们这个搞 IT 的是吃青春饭，过了35岁以后就该退休喽。我现在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，创什么业呀？谁说的？你可是理工男中的文艺青年呀！要情怀有情怀，要头脑有头脑，写得了 APP， 修得了家用电器，给你一把螺丝起子，你就能撬动整个地球。就是找不着工作。那是他们没眼光，真的。创业吧，好不好？人生能有几回搏呀？这个内容呢，咱们俩可以好好想想。你想啊，我是市场脑，你是技术脑，咱们俩这左右一平衡，肯定能够左右逢源呐。哎，沈明宝，你这准备的够充分的呀！你这是打好了副稿过来忽悠我的是吧？那倒是也没有。哦，那这马屁拍那么响，图个什么？我想想啊，哦，图一个大点房子是不是？那你看这一下来了俩，换个房子，它不是刚需吗？我跟你说啊，养孩子赔钱，这996赔命，这买房子是赔钱又赔命。我看人家从前那亭子间10几平米，这一家人5、6、7帮口过得挺好的，也没毛病啊。是，我们现在这房子是小了点，就门口那幼儿园的硬件设施啊，对，是差了点，但是咱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吧。你为什么非得为了让自己过得好一点，就把你老公往那梁山上逼呢？谁逼你上梁山了？这不是你自己找不着工作，跟这儿郁闷的吗？哎呦，我天天买菜打游戏，我不要太开心了，我神仙般的日子，哎，你哪只眼睛看见我郁闷了呀？那你倒是给个笑脸啊！我是天天下班回来就看你这张臭脸，要下雨不下雨，要打雷不打雷的，成天阴多多、黏糊糊的，闷不闷啊你？哦，那我应该怎么样啊？我应该抽烟，我应该酗酒，我应该没人打麻将，跟那些隔壁邻居下象棋啊！我失业了，但是我是个男人，我脸上我得要点面子吧？你们不就是想让我表演成那种失业的男人吗？我就不，我怎么可能遂了你们的心愿呢？你现在就是工作找不着，创业我不想创。你要是心甘情愿这样也行，问题是你又不甘心。哎呦，沈总，您是怎么了？瞧不上我了是吧？这8、90平米的这房子太小了，住不惯了。我这个经济适用老男人你瞧不上，然后你想怎么着？想换啊？错了，我跟你说，男人不是换衣服，是说换就能换的。想什么呢？杨正，你就是这样放飞自我跟我吵架是吧？你也不看看我现在什么情况？对，您现在怀孕了，您是最大的，我们都得跪着跟您聊天，得拜拜您呢。创业，狗掀门帘全凭一张嘴，资金呢？市场调研得花钱吧？产品研发是不是也得花钱？我说了，我会全力支持你的。沈总怎么支持啊？把房子质押出去，你干吗？到时候第一个出来反对的就是你。那你试试呀，你看我到时候是支持还是反对？
沈总，您还是奔着您的大房子去吧啊！这房地产每隔几年就有一轮高歌猛进，比你老公创业靠谱多了。你以为我愿意给你烧钱呐？瞻前顾后，患得患失，小富即安，你就不是个创业的人。对，我不是创业的人，简总是不是？简宁是，他郑是个总，我啥也不是。你有病吧你？哎呦，人家简总现在电脑里还留着你的照片呢，你就是他心目中的白月光，你知道吗？谁跟你说的？沈总，买到我这样的股票，垃圾股票啊，当机立断，止损最重要。你行。你，她肚子里怀的孩子俩，现在正是孩子发育最要紧的时候。行。哥，你都没工作了，你就淡泊一点，当个佛系老公嘛。他没事吗？你老婆说错哪一句话了，惹着你啊？他说的都对，就是太对了，句句都戳我心窝子。来，差不多可以了啊！怎么样？设备调试好了吗？差不多了。来，太阳太晒了，我睁不开眼。一定要帅帅的啊！行，咱们试试吧。哎，等一下，开始。各位水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塑形瘦身达人直播间，我是新人主播小帅刚。接下来我会教授大家健身、塑形、瑜伽，还有一些新的方式，帮助大家快速的减肥和塑形。哦，当然还能帮助产后修复。那个，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女生塑形和男生健身的区别的话，作为一个健身教练，我在后期会为大家一一解答。这是新人主播，主播人长得帅，声音还好听。哎，这位小姐姐真的很有眼光啊！哎，没想到这么快直播间就有粉丝了。谢谢这位小姐姐刷的水晶戒指，感谢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谁啊？没见过呀。蜀山区都是女主播呀，怎么来了个男的？又肯定过不了2天就开始直播带货不交干货了，都是套路。哎，有一说一，这主播看起来挺可哇，爱的。谢谢这位土豪刷的游轮啊！感谢。你刷个办卡。啊，那个我是教干货的主播，没有才艺的。还挺高，个都说自己叫干货。会吧？不会吧？会真有人觉得他身材好吧？这人哎，大家别着急啊，我有快速瘦身的方法，马上教给大家。哎，别这样啊，你这样我禁言了。下播，快下播。那算了，我先下播了啊。直播太难了，万事开头难，第一次都这样，我们下次再来。哎，老板，我吃什么吐什么，我要死了，没有劲儿来上班了。亲爱的，
虽然我需要你，但宝宝更需要你。我授予你自行决定上班与否的权利。哎，我刚煎的蛋呢？不要啊！云宝，吃饭了。老婆，吃饭了。来，快坐下，吃饭了。哟，你吃不下，那喝点粥。喝点粥。算了，我不吃了，你们吃吧，我还是上班去吧。妈，我走了啊。哎，路上慢点啊。赶紧去送啊！态度好点，快去呀！快点。干什么呀？帮你把车先打着了，开着空调，我怕你一会儿进去热。啊，知道了，谢谢。让开吧。还不是你真不用我送你了？不用，起开。杨铮，说句对不起就这么难吗？谁要说对不起啊？为什么要说对不起？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对不起什么呀？哪儿做错了？我不该跟孕妇吵架。你这意思，我要不是孕妇，你就该跟我吵架呀？哎，不是，沈总，我都说对不起了。哎，不是，咱能不能不这么强势啊？别把你在公司那一套说一不二的女王范带回家，行不行？说到底，老爷们还是喜欢小鸟依人的，对不对？起开，起开！注意安全！喂，明姐，我是童刚，你中午有时间吗？我想找你聊点事儿。好，我在公司旁边的咖啡厅等你。好。帮我点一个孕妇可以喝。姐，什么事儿啊？跑到这儿来找我？我就不能来公司看看你？请坐。热牛奶，孕妇可以喝的。无事献殷勤。还有，小小心意。今年过节不收礼，收礼也不收你这键鼠套装啊！无线套装，安全环保，非常适合你这种时尚孕妈。行了，你直说吧，到底什么事儿？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这个品牌的总代理是你朋友，做电脑外设的，有印象不？小学同学的表姐夫的堂弟。对，我最近在做直播呢，想让你牵个线，搭个桥，认识一下。到时候我有流量了，可以帮他们卖产品。你做直播，你是当网红啦？我刚起步，就在直播间
教大家一些健身塑形的方法。等我人气一起来，我就做直播带货。你这直播间攒多少粉丝了？200、300？直播带货，人家也找李佳琦，也找你干嘛呀？我刚做1个多星期，现在已经有2000多粉。2000多粉你就膨胀了？你数气球的？明姐，你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，我简直就是为这个而生的。我现在涨粉的速度蹭蹭的，像坐火箭一样快。行了行了，等你涨到1万粉再说吧啊！哎，谢谢。那个，别和可心提我。知道了。你找的这是什么呀？公司选址要选最好的地段、最贵的楼。你真是大小姐当惯了呀！开公司不考虑成本的吗？我说的不够清楚吗？我要的是 the best。有人做过调查，现在的普通白领为了能上最好的写字楼上班，每个月宁愿少拿1000块的工资。你节省下来的人力成本完全可以 cover 房租上的差价呀。啊 ，by the way， 产品设计文档我看过了，怎么样？非常非常的不满意。你找的外包团队不行，换人。职场上你说的那种 the best， 早就已经一个萝卜一个坑了。一时三刻之间，你让我上哪去给你找到符合你要求？这不是我需要考虑的问题，我只提要求。Fine， 我现在就给猎头的 BD 打电话。喂 ，Angela， 赵总觉得我们找的外包公司他不满意。Hold on。你找的人是猪吗？写 app 又不是写天书。如果明天再找不到合适人的话，整个昆博也不会用你们的公司。对，我就是可以做到，不信你试试。这里不行，给我换掉，我要的是最好的。哎呀，怀孕嘛，无非就是想吃点酸的、辣的、甜的。来，妈妈给你盛点鸡汤啊，咱们要补一补，好吧？这个鸡汤这么油，我真吃不下去嘛。但是又有营养呀。哎呀，啊，来，呦，宝宝，哎呦，明宝，哎呀，没关系的啊，人家都说了。双胞胎嘛，妊娠反应就是要大一点的啊。我们再熬一熬，很快就过去了啊。来，我们宝宝的营养就是要保证的啊。来，再加一点。好了，好吧。好吧。来喝吧。石头也不大呀。哎呀，情义无价嘛。这个老马真有那么好吗？你怎么就答应了？哎，老顾有老顾的好，老马也有老马的酷。我也不是没有犹豫过，但是吧，我觉得男人丑一点嘛，女人有安全感呀，对吧？不对，权威研究表明，丑男跟帅哥的出轨率是一样的，甚至更高。哎呀，女人嘛，都是感情动物。妈，你也是个久经沙场的人了，从来都是你吃定人家，没有人家吃定你的。这个老马嘛，要长相没长相，要银子没银子的，还一副老坏人的样子。你说实话，你到底是怎么被拿下的？那个，哎，电视里不是说了吗？喜欢你没道理。你少来，说实话。老马问我借了20万啊！你这是什么奇怪的理由啊？你们俩怎么会是借贷关系呢？哎呀，他欠我总比我欠他好呀。你瞎说！但是我要是现在跟他分手，他不就跑了吗？那我20万不就打水漂了？自诩感情动物呀，
结果被人骗财骗色。你赶紧把你那个钻戒拿去鉴定一下是真还是假的，你小心别人拿一个破玻璃来糊弄你。哦，钻戒肯定真的，我自己买的呀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，你自己买的？你发慌啊你！你也是个老司机了，这种方向性的错误你都能犯啊？哎呀，明宝，你不要生气啊，不能生气的，你现在怀着孕呢。我们喝鸡汤，来，妈给你再加点最爱吃的糖醋小排骨，来多吃一点啊。核心业务逻辑我已经了解了。那你对我们的要求？所有的客户要求都能够总结出一副对联，就是简单易用，界面好，稳定高效，花钱少，横批立马就要。杨先生心态真好。我会把核心业务逻辑翻译成程序员可以看懂的流程图和公式。我们有自己的产品部吧？有2个产品经理，还有1个产品总监，还有1个技术总监，都有各自的团队。听上去好像已经满员了。杨先生业务能力这么好，应该很多公司抢着要吧？我最后再问一句，我不是我老婆硬塞进来的吧？是薛可欣薛董介绍你的，说你很有能力，一切顺利。谢谢。这个钟启明啊，就是个绣花枕头，不用金融术语，不会聊天，好像上市公司就是上流社会的代名词一样。你让你们家薛可欣稍微注意点，别到时候又掉坑里。我们家薛可欣掉不进坑里，倒是钟启明能把你从坑里拉出来。你呀，就为了5斗米折一下腰吧。昆博下面的项目财大气粗的，钱给的也多呀。那别的公司也有项目啊。你还有别的选择吗？多长时间没拿工资啦？我跟你说啊，咱们家换房子还指望你呢，这里面有俩还指望你呢。那好吧，看在钱的份上，明天开始这小代码写起来。怎么了？今天路走多了累啊？呐。我帮你按。按呢。小姐做个足底吗？做。3号技师为您服务。小伙儿手艺不错啊。那就请老板以后多多照顾生意了。没问题。和好了，他们和好了。哎呀，夫妻哪有隔夜仇啊？又不是这大是大非的。好，坚持住啊！虽然有点酸痛感，大家继续，继续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 ，OK， 今天的拉伸就结束了。那个女生千万不要担心会练出肌肉，男生和女生的激素水平不一样，女生想要练肌肉啊，是一件挺难的事情。仙女姐姐来了，朋友们，把“仙女大气”4个字打在公屏上。羡慕主播的阳光沙滩，我这里都冰天雪地了。我告诉大家，其实啊，我原来也是个总裁，没有几个亿，也至少有个大几千万吧。我想告诉大家，千万别觉得疲惫生活和财富自由之间就隔着一夜暴富的距离。好久没见，晚上一起吃个饭。那个位置啊，没有大家想的那么轻松，那个位置很难，每天有开不完的会，忙不完的工作，忙不完的应酬。感情啊，那么忙，哪有时间谈感情啊？我就是单纯的想请你吃个饭。分居的2个人坐在一块吃饭，会不会有些尴尬？你是因为迷恋健身，放弃了总裁的身份吗？这个故事啊，主播下回再讲给各位水友听吧。小帅刚也是有故事的主播啊。嗨，人生海海，何必在意一时的沉浮呢？行了，大家就到这儿吧。
如果理解的朋友们可以把理解打在公屏上。我下播了，拜拜。哎，好吧。这条裙子挺好看的，设计师的新款，很适合你。谢谢。最近忙什么呢？最近就健身，卖课。还记得这儿吗？当然记得，这是我们第一次吃饭的地方，就坐在那儿。所以要在这最特别的日子，把你约在这儿。什么日子啊？咱俩分居121天。这还真是大日子啊！吃菜。你最爱……谢谢。挺好吃的。不如你包的馄饨好吃。那当然了，我有独家秘方呢。什么秘方？我在馄饨里面加了松露，唯有爱和美食是不可辜负的。吃过好的，口味上去了，自然就很难下来了。其心可诛。你要是爱吃啊，我可以给你包一冰箱，存着，慢慢吃。算了吧，好不容易戒了，再吃上瘾怎么办？对了，咱俩的离婚冷静期已经过了这么久了，你什么时候有空啊？我们就正式去把证办了吧。那好吧，看我百忙之中能不能抽出时间吧。干杯！干杯！你终于领会我的精神了，这才是我要的写字间。贵到离谱，物有所值。哎，对了，这次外包团队选的不错，产品文档可以顺利通过了。哪有什么外包团队呀？就是一个人，薛可欣介绍的，叫杨正。这人不错，把他给我招进来吧。You sure？一个程序员已经36、7岁了，你懂的。36、7岁，这么资深的人为什么不招进来呢？行内惯例啊，写程序的36、7岁已经不是香饽饽了。你觉得我是那种在乎行业惯例的人吗？就这儿吧。通过数据分析竞品的投放策略，接下来呢，在1个月之内完成造势，依靠平台去打造1、2个爆款。我们做过调研，一般品牌上新品的标配是投300到500篇软文，
你要是也投300篇，声量不够，一下子就被淹没了。那你说投多少？10倍，3000篇。真的要放弃传统媒介吗？不找大牌明星了？品牌的定位和定价都已经决定了，我们要瞄准的是腰部以下的受众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看屏幕。各位，这就是我们的荣恩宝计划，有清晰的盈利模式以及顺畅的业务逻辑。那要不要建资金池啊？这个问题不需要。借贷生意还是要以信用作为基础的。如果到期了，有人逾期不还款怎么办？那只会是少数。我们也会成立自己的催收公司来应对这个问题，也会成立专门的风险控制部门。年轻人啊，胆子就应该比咱们这些老头子要大呀。荣恩宝的项目一经发布，昆博的股票肯定会涨，到时候大家一起共赢。这段时间呢，我一直在反省我自己，跟互联网成长起来的这一代，他们的行为方式，说句老实话，我看都看不懂。你看得懂吗？你也看不懂，对不对？他们跟我们的传统生意不一样，我们先追求的是盈利，他们不是，他们先追求的是用户的规模和数量。从这一点上来说，这本身就是反常识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到了最后呢，结果呢，也有许多成功的案例。其实只要 founder 的格局够高，就不会满足于眼前的利润。赚钱的大小取决于它的规模，而不是利润率。先圈住用户，再慢慢挣钱，是互联网时代的黄金法则。这老观念啊，就像旧时代的盲肠，没有用了。这一票，我愿意投给年轻人。谢谢徐总。你不一向把自己定位成做实业出身，看不上金融吗？更何况是互联网金融。这叫与时俱进呐。我看你是想证明自己没老，非得给自己凹个与时俱进的造型。嘿，你怎么跟你爸说话的呀？翅膀硬了是吧？我那是担心你，一把年纪，奋斗了一辈子，晚年再沾上互联网金融，再把自己给玩进去。不是，你可不是这么想的。你想的是啊，如果有一天我把家产给玩光了，那你到时候就没有家产可继承了。哎呦喂，我要吓死了！我都没有私人飞机坐了，我怎么出门啊？大小姐，先生，趁热喝。好的。如果呀，你要是有赵颂文的能力和启明的缜密，你也可以做一份商业计划给我看看，来亮瞎你老爸的双眼啊！我知道，我做什么都不能让你满意。那不是啊，你就比着启明这样的找一个，我就满意了。我呢，就是不爱吃鱼翅，我就喜欢吃那路边的野馄饨。这碗鱼翅可比你那一碗路边的野馄饨不知道强多少倍。啊，陈先生。啊，可心去上班了吧？啊，是啊。你别紧张，我就是来给他包馄饨的。哦，那你进来吧。谢谢啊。这人呢，不是非得结婚的。我现在就想好好的把公司给弄好。哎呀，我知道，你现在比原来进步太多了，公司做的也不错。但是我老觉得你跟赵颂文比起来，格局还略微少了那么一点儿。但是你有实力，有老爸在你身后。要不然这样，把你那什么广告公司关了，好不好？换个思路，跟他们一块儿做那个荣恩宝，多好。哎，这馄饨再贱，那也是我碗里的东西，你别想动我的。哎呀，你那广告公司充其量体量就只有这么大，而且又处于下游，累死累活，才能挣那么一点钱，至于吗？体量再小，也是我亲手耕耘的1亩3分地，它利润再少，那也是我地里的收成。
你那是小农意识。反正我生下来就不能让你满意。你要是那么喜欢的钟启明，那你认他当儿子好了。哎呀，你怎么动不动就老说那种丧气话呢？我那是提醒你小心一点，别到时候把家底儿都赔进去了。自己吃吧。嘿，你跟我说好的1周回来陪我吃1次饭呢？薛小姐，来，吃点宵夜吧。别太熬夜了啊。好。王姐，这馄饨是哪儿来的？是陈先生，是他特意过来给你包的。好。哎，那个，今天的训练就到此结束了。当然，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各位水友们分享一下。我知道，最近有很多人黑我，当然，网上也有很多支持我的粉丝。众所周知，我是一个健身主播，跟大家分享一些健身啊、塑形啊、减肥的方法。虽然有几10万粉丝，我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，也希望我们能够给大家带来快乐。下面给大家带来一波福利。直播无情人有情，小刚帮你行不行？狂龙剑术在手，3天找到女友，198秒杀价。第一个下单的将会获得500元现金大奖。哎，老板看一下，这个营业额上去了，可以的。效果不错。是啊。我这边还有显卡电竞椅，这什么都能卖。那个下面由阮主播帮我代替直播一下。好，马上回来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。看这个手表，我跟你讲，这是今天最新。你好，表现的不错。您参观一下。好，看看，姐怎么样？士别3日，灯光不相看啊，表现的不错。直播水很深，铁杵磨成针。现在我是专业的。再接再厉吧，回头啊，我再给你多推点客户。好。那个，你没跟可心说吧？没有，你放心吧。我帮你呢，也是帮他。在你成为直播界1哥之前，他是不会知道的。谢谢姐。别误会啊，请你吃饭只是我单纯的想报恩。谢谢你给我包的馄饨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误会的。你爱吃的。最近练得不错嘛。还行吧。什么？你又跟他一起吃饭？你1个礼拜一起吃4回饭，比结婚的时候吃的还多。你这是准备复合啦？签字。分居也是可以做朋友的嘛。什么意义上的朋友啊？闺蜜啊，还是蓝颜知己啊？我多一句嘴啊，要是没这个意思呢，就保持点距离，别让人误会。他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？你想多了。他最近经济状况比以前好多了，这每次吃饭都抢着结账。你说他现在在做什么？我哪知道？妈，哎，回来啦？我好饿呀。哎，你来的正好，来，妈妈给你盛饭啊。还是妈妈做的菜对我胃口。你现在1个人吃要管3个人呐，我给你多盛点啊，多吃一点儿。好，你看都是你爱吃的啊。谢谢妈。哦，杨真找到工作了吧？没呢。啊？那要你一个孕妇天天顶着大肚子养活全家呀？没有，人家也没闲着，他天天开网约车挣钱呢。我跟你讲了，
孕妇就更应该理直气壮地撒娇耍赖，饭来张口，衣来伸手。你咳嗽一声，就应该有人知道你要喝的是几度白开水。你倒好，天天挺着大肚子养全家。行行行，你别天天琢磨我了。你呢？你的感情生活进展到什么地步了？还那样呗。安迪，之前让你帮我查的人查了吗？对，杨征，36、7岁，IT男。把简历发我一个。进。不是你有本事照顾好你自己吗？要没本事就让我来，一会儿接你去啊。怎么是他？赵董，让他到惠斯来面试。真的吗？哎呦，姐买菜啊？你把身体买菜啊？哎，买菜。哎，这是我儿子，叫阿姨呀。阿姨好。行，那你先忙啊。哎，对，哎，行了。哎，躲呀？没躲，不是打招呼了吗？哎，今儿晚上咱们吃点什么？不是妈，这以后你出来买菜能不能别老带着我？仰望着高楼林立，我们像不像蚂蚁？躲着生活，踏着风雪飘零，游晃在岁月的潮汐。我们跑丢了自己，我们跑散了爱情。多少美梦成了说说而已，还好有能取暖的回忆。我们活蹦乱跳在哪里，却又浮浮沉沉的飘荡在哪里？停在灯火通明的夜里，我们游来游去，心却在哪里？我们相互温暖在心底，像同一棵树，叶子共度这风雨。无畏天南地北的分离，因为游来游去，心还在一起。